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色列实时中文报道。9月3日新闻，今日摘要：反战纵火抗议引混乱，胡塞多名高官逃亡，扎米尔誓言加沙胜利，总理取消犹萨主权会议。国防部官方消息，以军多夫山定点行动。隶属于第210师的以色列山地旅第810旅在黎巴嫩多夫山地区连夜展开定点行动，摧毁了真主党此前使用的多个据点。此次打击是在对该地区数月监视后实施的。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将继续在该地区开展行动，消除任何潜在威胁。以色列成功发射地平线19号卫星。以色列一夜之间将一颗军事观测卫星送入轨道。3, 2, 1, טיל יצא.以色列国防部、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确认，周二晚间成功将地平线19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标志着以色列在国防与情报能力方面取得又一重大成就。内塔尼亚胡取消主权讨论。原定于周一晚上举行的关于在犹太和撒玛利亚行使主权的讨论被内塔尼亚胡总理取消。反战纵火抗议引发混乱。13名反战抗议者爬上国家图书馆屋顶，悬挂反内塔尼亚胡海报后被捕。在耶路撒冷哈雷维亚区总理官邸附近，2处纵火导致轮胎燃烧，火势蔓延至多辆私家车和回收箱。国家安全部长指责刑事检察长纵容纵火行为。被烧毁的车辆属于一名即将入伍的预备役军人家庭，妻子无车，独自照顾3个年幼孩子，其中包括一对早产双胞胎。以军与新贝特联合行动消灭圣战者头目。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安全局宣布，在上周于加沙努塞拉特地区的联合行动中，消灭了圣战者恐怖组织头目穆斯巴·萨利姆·穆斯巴·达亚。达亚负责在犹太、撒玛利亚及以色列境内招募恐怖分子，并策划多起针对平民和以军士兵的袭击。他的组织在战争期间持续实施暴力，并参与了10月7日的大屠杀，包括绑架和杀戮。达亚是在以军此前空袭消灭该组织3名前领导人后被任命的。他的被消灭进一步削弱了圣战者在加沙及其他地区策划恐怖袭击的能力。该组织作为哈马斯暴行的延伸，利用局势混乱推进行动，尽管并非哈马斯最初计划的一部分。以军与辛贝特在加沙定点清除哈马斯高官。
2025年8月28日，以色列国防军和辛贝特在加沙城开展定点清除行动，消灭了哈马斯高级恐怖分子哈泽姆·阿瓦尼·纳伊姆。纳伊姆负责军事情报，并与旅指挥官埃兹丁·哈达德关系密切。他还参与了对人质艾米丽·达马里、罗米·戈南和纳马利维的绑架行动。以军后方指挥部警报测试安排。以色列国防军后方指挥部将于今日周三在以下时间进行警报测试：上午10点5分在马胡拉，10点45在托梅尔，11点30在纳阿玛。若在测试中发生实际威胁，警报将再次响起，并通过后方指挥部应用程序和其他系统同步发出警告。国防部长谈胡塞武装残余势力。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谈及也门局势时表示，胡塞武装在萨那的领导层已经垮台，残余势力正在逃离。他强调，极端伊斯兰恐怖组织领导人总是抛弃民众以求自保，并称以色列知道如何追捕他们。中东报报道，以色列近期袭击导致胡塞多名高层死亡，组织陷入混乱与恐慌，多名高层政治与军事领导人携家人逃离萨那，前往萨达、阿姆兰等偏远地区躲避，并下令指挥官放弃首都办公室与住宅。内塔尼亚胡推进政府调查委员会。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成立一个由政府任命的调查委员会，调查10月7日事件的失利。委员会拟由5名成员组成，可能包括1名退休法官和1名右翼退役将军。权力与国家委员会相同，但成员任命权在政府而非最高法院。此举可能遭法院否决，因其被视为掩盖真相之举。反对派强烈批评，加迪·埃森科特称此为受挫政府试图掩盖真相。蓝白党主席本尼·甘茨强调，被调查者不能任命调查者，必须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总参谋长扎米尔视察并誓言胜利。在纳赫肖尼姆基地，总参谋长埃亚尔·扎米尔上将看望了预备役军人和技术与后勤局，赞扬他们的奉献精神。他指出，以色列的敌人自10月7日以来不断联合攻击。扎米尔誓言哈马斯无处藏身，所有特工都将成为攻击目标。他确认加沙地面行动已经开展，部队进入新区域展开作战，并宣布以军的使命是取得决定性胜利，战争不会结束，直到敌人被击败。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再次大规模应征，数以万计的预备役军人再次离开家园和工作岗位，响应国家召唤。对许多人来说，这已是2年战争中的第4至第6轮服役。他们唯一的任务是击败哈马斯，确保加沙剩余地区安全，并带回人质。停车场停满车辆，显示出参战人数之多。一名士兵表示，每个人都是为了胜利而来。以色列民众感谢这些为保卫国家而牺牲时间与安全的军人，祝愿他们平安归来。以军发动加沙城攻势。以色列国防军今晨对加沙城展开海陆空联合攻势。以色列大规模预备役动员。9月新一轮征兵周期首日，共有240名哈雷迪派成员入伍，其中198人为战斗岗位，42人为战斗支援岗位。一小群反对征兵的抗议者试图干扰征兵中心，但被警方驱散。胡塞武装袭击以色列。胡塞武装向本古里安机场发射弹道导弹，被成功拦截。因报声传至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并称还发射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预计7小时后抵达。前一日其导弹在途中失效，无人机被拦截。发言人叶海亚·萨里声称，目标包括特拉维夫以军总部、哈代拉发电厂、本古里安机场和阿什杜德港。
拯救基尼雷特湖项目进展。一条环境救援管道即将完工，淡化海水将很快流入基尼雷特湖，补充湖泊水源。美国签证程序收紧，申请美国签证的难度加大，预约时间延长，宽限期缩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9月14日访问以色列。伊朗撤离敏感部件，担心以色列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已将核设施中的敏感部件撤离。沙特进入戒备状态，沙特阿拉伯担心胡塞武装强烈报复以色列，已在与也门接壤地区增加空中巡逻，并下令空军进入戒备状态。真主党对黎巴嫩政府立场发出警告。真主党通过知情人士警告称，若黎巴嫩政府继续维持当前立场，可能直接影响其合作，即便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也不例外。哈马斯宣传系统规模庞大，哈马斯宣传与认知系统约有1500名特工，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与影响部门人数的2倍。该系统在每个营和旅设有宣传指挥中心，由阿布·乌拜达任命代表统筹，配备行动记录员和视频剪辑，实时记录并制作宣传视频。部分人员还监听以色列通讯，分析公众舆论，甚至通过人质心理恐怖手段施压以军。比利时否认立即承认巴勒斯坦。消息称，比利时承认巴勒斯坦不实。比利时澄清，承认巴勒斯坦国需满足条件，包括释放全部人质，并将哈马斯排除在巴勒斯坦领导层之外。吉瓦塔伊姆建筑工地查获非法工人。警方昨晚在吉瓦塔伊姆一处建筑工地逮捕13名非法阿拉伯人。印度分析指中东战争风险升级。印度一家安全研究中心分析称，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即将破裂，以色列正准备与伊朗及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爆发全面冲突，中东将面临危险。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叙利亚核证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叙利亚一处未申报设施中发现铀痕迹，该设施曾于2007年遭以色列轰炸。米格达勒奥兹燃烧弹袭击，阿拉伯人向米格达勒奥兹安全围栏投掷2枚燃烧弹。重返希伯伦。昨晚，希伯伦沙维伊犹太教经学院的学生们创造了历史，他们重返了一座96年前，也就是1929年大屠杀之后，犹太人被驱逐出境的房屋。这座房屋后来被希伯伦沙维伊犹太教经学院赎回。遗憾的是，这座距离族长洞穴不远的建筑状况不佳，必须翻新才能正常使用。关于埃及的举动，在外交方面，内塔尼亚胡总理冻结了利维坦伙伴与埃及之间一项重要天然气协议的进展。此举正值人们对埃及违反和平协议感到担忧之际，内塔尼亚胡指示，未经他的明确批准，该协议不会继续推进。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我要求以色列政府允许从加沙撤离伤病员到国外接受治疗。英国内政大臣伊威特库珀表示，来自加沙的学生将获得加急英国签证，并计划为难民学生来英国学习建立一个永久性框架，预计共有5万名加沙人符合条件，允许学生和现在的医疗病例入境。黎巴嫩星期一，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2辆正在黎巴嫩南部亚龙和拉尔布塔尔丁地区修复真主党恐怖组织基础设施的工程车辆。这些行动违反了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谅解。撒马利亚安全部队在事件南部卡利勒的巴勒斯坦村庄与阿拉伯人发生冲突。加沙
据报道，加沙市中心萨布拉社区的恐怖目标全天遭到密集的空军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军夜间袭击了叙利亚海岸的拉塔基亚村庄、拉塔基亚港口和巴尼亚斯地区。伊朗谴责以色列。伊朗外交部表示，我们警告以色列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并强调建立无核区的必要性。伊拉克，一位伊拉克消息人士称，伊朗将把伊拉克拖入下一场战争，他指的是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组织。输水管道被关闭，人质家属、遇难者家属、预备役人员和加沙地带代表联合宣布，已经关闭通往加沙的输水管道。总结，以军打击真主党与加沙高层，发射地平线19号卫星，内塔尼亚胡推调查委员会引争议，耶路撒冷爆发抗议纵火，团体切断加沙供水，预备役大规模应征，扎米尔誓言胜利并攻打加沙城，胡塞袭击被拦截，伊朗转移核部件，沙特戒备，比利时否认承认巴国，英国促救治加沙伤员并推加急签证。感谢您的收看，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实时连接世界与以色列。再见。